我叫李继，在这个灵气复苏的高武世界，人人都能觉醒武。儿时，我也曾被家人寄予厚望，然而成年后，我却成为了无法觉醒能力的废人，惨遭抛弃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觉醒了灵气灌顶系统，坐拥无穷无尽的灵气与灵物。当其他人还在为了一点灵气争得头破血流时，我的灵气却充沛到用不完，根本用不完，只能拿去喂猪。武王级的武者见了我直呼哇塞，如见亲爹，纷纷奉我为武神。这块灵石是我的，放开，那是我的眼灵斩。小小一个低阶武者，也敢和爷爷我抢东西，再回去练练吧。哼！可恶，就差一点，那可是出自灵气原地的灵石，足足有10点灵气值，有了它，我便能突破中阶武者。可如今联考估计又没戏了，真是不甘心。小姐，您需要的灵石资源，家主不惜一切代价也会为您提供，何必您自己出手争夺，还伤着自己？住口！我才不要靠家里！利益联系扩大，更加强大的异兽降临，前线危急，母亲和姐姐即将率领家族核心上前线支援，他们比我更需要资源，我绝不能拖后腿。是我感觉错了吗？那是灵气波动。小姐，快离开这里吧！此地除了农田，就是这些牲畜，实在没什么可看的，而且会弄脏您的衣服。不可能！这头猪竟然在吐纳灵气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练了18年还没有踏入低阶武者，这头猪却已经是低阶武者了。李信，你还敢狡辩？都被我抓现行了！你个畜生，居然给村子里的猪投毒！哈哈，怎么能是投毒呢？我这是在给猪们喂我独家生产的猪饲料，你瞧瞧，他们吃得多开心啊！啊，你有那么好心？免费喂猪饲料，还一喂喂1吨，你知道我傻不成？而且你这个饲料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饲料。你们相信我，这些东西他们吃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真的。唉，真是有理说不清啊。都怪那个破系统，我每次进入秘境空间获得灵气灌顶之后，不光自身实力会提升，还会收获大量的灵石灵草。可系统每次都要给我下任务，必须当日吃光这些灵石灵药才能获得奖励，我自己当然是吃不完，为此我是坑蒙拐骗。可这一次他不讲武德，居然有1吨的灵草要处理，这让我上哪儿去找那么多人嗑药啊？无奈之下，只好喂猪了。李信，你快赔我的猪！你自己看看，这些猪都僵了，不动弹了，还说不是被你下了毒？他们是不动弹，但他们不是僵了，是在入定。我是在给这些猪一场造化。若是不出所料，这些猪一息之后便学会吐纳之术，1个时辰之后就会成精，到时候出个天蓬元帅、猪坚强啥的，帮村民们干农活护院，不在话下。你放屁！你混蛋！你们谁啊？这些灵石灵草你是从哪里来的？谁允许拿它们来喂猪的？你知不知道它们有多珍贵？小姐，那是猪饲料，不能吃啊！而且还被下了毒的。好充沛的灵气，我好像进入了灵气发源之地，被万物滋养着，每一个毛孔经络都被灵气所灌注，我突破了。好强的威压，小姐她居然直接突破中阶武者了，明明刚才还不是武者，
这些猪饲料我全要了，500万，全部卖给我。啊，500万！好呀好呀，没问题，小姐尽管拿去。发财了！不好吧？这些猪饲料……李信，你疯了！你还想阻止大伙发财？那倒不是，不过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这些猪饲料你全部拖走没问题，但是必须今天吃光，浪费可不行。毕竟完不成任务，我可拿不到系统奖励。这算是什么条件？没问题。这可有1吨猪饲料，你真的能今天吃完？如果你能做到的话，我以后还有更多可以提供给你。真的？还能有更多？不信，刚好今天还有一点尾货，就都给你吧。这堆灵石无法喂猪，我正愁怎么处理呢。灵石，全都是灵石，而且每一个都是顶级的，足有100灵气值。我的，都是我的。那个，这是一张不限额的武道联盟龙卡，每个月我往里面存1个亿，请大师源源不断的给我提供灵石灵草，拜托了。没问题。1个亿啊！发财了！快安排人来，都给我搬走。怎么任务还没显示完成？那涂云燕该不会食言了吧？叮！恭喜宿主完成每日任务，1天内吃光所有灵石灵药，奖励开启2级灵气灌顶空间。叮！恭喜宿主受到中阶武者涂云燕的敬仰，获得敬仰值100点，并同步敬仰者的武能。成了！居然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灵气灌顶空间。到了那里，我不仅能够得到无穷无尽的灵气灌溉，而且……不过这个敬仰值是什么东西？叮！宿主得到他人的敬仰，可转化为敬仰值，敬仰值累积越多，可兑换更多武道修为。检测到宿主拥有100点敬仰值，可以突破境界，是否突破？突破！叮！恭喜宿主突破至中阶武者，同步获得敬仰者涂云燕所有武能。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，这就是中阶武者的力量吗？那么现在2级灵气灌顶空间，我来了！这就是第2期的灵气灌顶空间，不光拥有更高级的灵气，拥有无上的灵气资源，而且还有更厉害的异兽，正好让这些异兽给我练练手，试一试新得到的武能。剑云掌！来吧，让你看看我的最强实力——屠山拳！不愧是中级的异兽，防御真高。叮！恭喜宿主累计击杀终极异兽10头，达到小有成就，奖励顶级灵药天阳果9999颗，存在时限3天。9999颗，还时限3天。系统，你这是要我说你大方呢，还是吝啬呢？都听清楚了，我命令你们，今天必须把领到的灵石灵药吃完，谁要舍不得吃的都没收，只要吃完了，明天还有。二小姐莫不是傻啊？这么败家，给我们100点灵气值的灵草，还说吃完了还有。涂云燕，你不好好为武考做准备，来练武场干什么？姐，你不是和母亲一起去前线了吗？母亲不放心你，让我回来看住你几天。果然，你胆子大得很啊！跑去和人抢灵石，是家里的灵石灵药不够你用了吗？我不要靠家里，我说了，我要靠自己的实力变强。你还小，依靠家里是应该的，等你大了再靠自己也不迟啊。我明天要去前线抗击异兽了，
你到处惹祸，我们怎么能放心？我才没有惹祸，而且我已经可以靠自己了。姐，你看，大家拿的都是我带回来的灵石灵药。你从哪里得来的？我遇到了一个绝世高人，他那里有很多高品质的灵物，而且他还保证之后陆续给我更多。绝世高人，你带我去见见。我们涂家树大招风，难免别有用心的人试图利用云烟，区区一些灵药不过是诱饵罢了。我倒要看看他耍什么花样。涂小姐，我来收灵物了。这是我姐姐涂云雀和我一起来的。你现在有新的灵物可以卖给我吗？欢迎欢迎，当然有了。快让我看看。如果不是好货色，我涂家是看不上的。你以后也不必再麻烦我妹妹来收货了。是不是好货色？涂大小姐一看便知。天蓬，上货。是错觉吗？这些猪头人给我的感觉，居然每一个都不在我之下。这些猪人是……你说他们吗？就是你之前在猪圈里看到的那些吐纳猪啊。你是说这些猪头人是那些你喂了灵药的猪？可他们……嗨，灵气吃多了就成这样，这都是小问题。你们是来买灵药的不是吗？啊，这些就是这次给你们的灵药。这难道是天阳果？天阳果被誉为顶级修炼灵药，每一颗都蕴含上万点的灵气值，因此每一颗都足以引起一场腥风血雨的争斗，哪怕是武王级强者也会心动。而这里居然有一庭院，这是真的吗？鄙人向来诚信经营，拒绝假货，要不然给你一个免费试吃的机会。天哪，这一口下去，好似让人跌入充盈着灵气的灵酒池中，入口即化的果肉顺着喉咙流入腹中，如同饮下一杯烈酒，让人醺醺然，好香，好陶醉。这是我不花钱能看的吗？你可不要打我姐的歪主意。啊，怎么会呢？我到底在干什么？那个李先生，等等，这股力量是……这天阳果果然是顶级灵药，只是一口下去，居然让我有了突破的迹象。看来云燕说的没错，这人确实是个不出世的高人、奇人，随手便是如此多的顶级灵药。有了这批灵药，母亲他们的前线物资总算有保障了。李先生，您的这批天阳果，请务必卖给我们。可以，不过这次的这批天阳果以及其他灵物和上次一样，3天之内你们必须要全部吃完，一颗也不能剩下。记住，我说的是一颗也不能剩下。还请先生开个价。5个亿，连带着门外的那一卡车杂七杂八的中低阶灵药灵石，都是你们的了。不是，这次怎么这么贵？上次不也才1个亿吗？云燕，这批天阳果值这个价。丁，恭喜宿主收到高级武者涂云雀的敬仰，获得敬仰值1000点，可突破现有境界，同步涂云雀武能。1000点，太好了，马上就能突破高阶武者了。李先生，云雀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我们涂家子弟正在前线对抗异兽，急需大量补给物资。除了这些天阳果，先生还能给我提供更多的灵物吗？这果然是有些强人所难了。不过，能有这批顶级灵药，已经是意外之喜了。如今我已经是高阶武者了，能够拿下秘境中更高级别的守护兽。按照系统之前的尿性，估计又会奖励更多的现实高阶灵物，不如趁机……可以，不过得看你具体要多少。如果实在太多的话，我需要一些时间准备。3天，无论你能提供多少，我全都要。成交。3天后，我将随军出征，麻烦先生将后续灵物送至城北驿站，届时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报价。
不愧是高级异兽，实力和中级异兽比起来强得太多。哼，不过这才有趣，不是吗？来战，踏雀星！哈哈，涂云雀果然是天骄，他的武能居然可以做到在武王境前便短暂踏空而行。血焰斩！哼，若是一般的高阶武者，这一招便足以抽干他的灵气。不过我不一样，我的灵气根本用不完啊！血焰斩，血焰斩，血焰斩！叮！恭喜宿主首次击杀高级异兽，达到小有成就，奖励王级灵药玄黄草99999颗，存在时限3天。哼，才99999，小气，太小气了。你以前明明嫌多。今时不同往日了，童子。爽！叮！恭喜宿主完成现实任务，奖励高级月光草99999颗，灵石99999颗。看样子是交给涂云雀的物资消化完了，果然诚信。接下来便是准备送货了。但是用什么装呢？大小姐，出发吧，再不走赶不上大部队了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云雀还没有出发吗？母亲，云雀，前线战事越来越紧张了，空间裂隙再次扩张，涌出大量精英异兽，各大战团损失惨重，急需补充新兵。身后就是人类，退无可退。异界的畜生，谁准你们来人类世界的？去死！谁说女子不如男？姐妹们，让他们看看我们金国战团的厉害！冲啊！冲啊！看到了吗？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。云雀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大小姐，出发！涂云雀，我没来晚吧？李先生，您这是？说好的呀，今日送货。你该不会是想说，你身后的这10几火车皮都是灵物吧？你亲自打开看看，不就知道了。天哪，居然是蕴含100灵气值的上等灵石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样的上等灵石，居然有1车厢！这后面的几车厢里也都是灵药啊！快看，这居然是月光草，高级灵药，一株价值数万联盟币，这里面居然全都是！李先生，实在是多谢你了。有了这10几车灵物，前线的窘境终于能够缓解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来，我给你看个好东西。如此浩瀚的灵气，难道？没错，这便是王级灵药玄黄草。玄黄草，我听说那不是绝迹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而且还有足足1车厢。这可是就连武王强者也垂涎的灵药，若让其他势力的人知道我们有1车厢王级灵药，恐怕今日之事，谁要是传出去1个字，杀！是。李先生，这么珍贵的灵药，多少钱都不为过，而且还是如此之多，云雀实在不知道该开多少价钱了。这批灵物我1分钱不要，但只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老规矩，3天之内消耗完；第二，必须全部用于前线。哎呀，你说你一个堂堂涂家2小姐，天天往我这里跑就算了，怎么还赖着不走了呢？也不怕别人传闲话？怕什么？我现在是涂山战团后勤官，
专门负责与你对接物资，住在你这里合情合理。也不知道前线战况怎样了，母亲、姐姐他们还安全吗？战争前线播报：涂山大捷，涂山战王镇斩王级异兽，涂山战团反推战线数10里。在这一战中，涂山战团涌现出大量英雄，他们临阵突破，代表人便是第3大队中队长涂云雀。作为战王之女，她没有懈怠，在危急时刻接过战旗，踏入顶级武者行列，被武道盟授予女武神称号。李记，快看，是母亲和姐姐，他们上战报了。看来送去的那批灵物还是有些作用的嘛。少爷，涂二小姐在这里面。回王少爷的话，涂二小姐这2天一直待在这里面。来人，冲进去，把表妹给我请出来。除了二小姐，院子里其他人通通废掉。是。一个乡巴佬也敢抢我王流风的女人，找死！如今涂家武功卓著，名扬天下，最有可能迈入顶级武道世家。若是我娶到了涂云燕，岂不是……我的这些护卫可都是高阶武者。王流风，这里不是你可以撒野的地方，你想干什么？一个穷乡僻壤，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这么多高阶以上的武者？这人叫王流风，顶级武道世家王家的少主，武道盟内出了名的纨绔子弟，我家的表亲，为人最是阴险虚伪，你小心些。云燕表妹，你怎么能来这种下贱的地方？快跟我回去！王流风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哼，就凭我是你的未婚夫，你忘了？当年我们王涂两家约定代代联姻，我姑姑，也就是你母亲和你父亲是第1代，你我被定为第2代。不可能，我怎么不知道？那你现在知道，走吧。别白日做梦了，我不可能嫁给你的。哼，嫁与不嫁可由不得你，这是王涂两家的共同约定。你是想撕毁王涂两家100年的盟约吗？姑姑知道吗？涂家的长者知道吗？除非我死，不然我绝对不可能嫁给你这个家伙。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既然你不听劝，那就别怪表哥我动粗了。来人，请小姐回家。小子，本少爷警告，别以为有一群高阶武者保护，本少爷便怕了。这是我王家和涂家的事儿，和你没关系。涂云燕是我的合作伙伴，她不想走，谁也别想从我这儿强行带走她。至于王家，哼，我还没有放在眼里。好胆，竟敢辱我王家，怕是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。李记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王家不好惹，族中有多名武王级强者，甚至还有一位不出世的武宗老祖。我说了，今天你带不走他。该死，这人手下的高手太多了，看来得请出杀手锏了。风老，还请您出手助我。这可不在保护你的合同之内。我加钱。何友，退去吧。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丢了性命，不值当。灵气外放，顶阶武者，这把稳了。不对，灵气已经几于形成实质，是半步武王。涂云燕，有风老在此，我看你还怎么逃出我的手掌心。还有这个小子，以及你的这群猪头妖人，一个也跑不掉。王流风，放过他们，我和你走。晚了，这小子打伤我的护卫，又出言侮辱我王家。风老，请您出手。小友得罪了。天鹏，
你也是顶阶武者，敢向主人出手，死！王，不，前辈饶命！王流风，你误我！前辈饶命！李先生手下居然有武王强者，不愧是隐士大佬。饶他一命吧，毕竟是我家表亲，若是就这样打杀了，如你所愿，天蓬。听到了？我马上滚，马上滚！还愣着干嘛？扶我一把呀！就这德行，还想娶我？不行，王流风这人最是睚眦必报，我要尽快将今天这事告诉姐姐和母亲，免得……涂小姐，你看看，我就说不要太长时间待在我这儿吧。对不起，今日若不是我，你也不会得罪王家。这都是小事儿，只是你和那王流风的婚约……厉先生，今后还请继续与我涂家交易，提供灵物。至于我和王流风的事，我会自己解决。这2天真是打扰了。若是有需要帮忙，给我打电话。对于朋友，我很乐意相助。谢谢。叮！恭喜宿主完成现实任务，奖励开启3级灵气灌顶空间。叮！恭喜宿主收到来自武王级强者王安然的敬仰，获得敬仰值99999点，可突破。啊？怎么不是10万？这其中有我不知道的机制。不过差一点就10万，问题不大。系统突破！主人居然又突然突破了，而且还是直接跨入半步武王，只差1步就能成就武王，不愧是神一般的人物。我天蓬这辈子跟着这样的主人，何其有幸！说不定真能恢复祖上荣光，重塑诸族荣耀。这就是3级灵气灌顶空间的含金量吗？守护兽居然直接给我安排了一条西方龙，那4级岂不是真龙？燕雀斩！我去，这让我怎么打？一身龙鳞破不了防啊！既然武器破不了防，那就拳拳到肉吧，正好试一试王姨的武能。除山拳！露血条了吧？再吃我一记涂山无影拳！哼，好家伙，防御力真高。不过你以为单靠高防御力就可以让我束手就擒？殊不知我的灵气无限量啊！涂山无影拳，涂山无影拳！哼，服不服？作弊！你作弊！有本事你去告我呀！看系统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？可惜你不能跟我出去，为了奖励没办法，委屈你忍一下，我很快的。叮，黑龙向您发出臣服请求，请问宿主是否接受？好啊，原来你是这样的龙。接受，就算没有奖励我也忍了，毕竟哪个男人能拒绝成为龙骑士呢？叮，请宿主将手放在黑龙额头，系统将自动为您与黑龙祠签订主仆条约。这就好了。叮，恭喜宿主首次收服顶级异兽，奖励升级灵药水火并蒂莲99999朵，限时使用时间30天。不对，你居然是母的！所以
我骑还是不骑？来吧，小黑，让我骑上来试试。呼呼，哈哈，果然自己飞哪有坐着飞爽？可惜了，以后只能来秘境玩单机，不能带出去。若是能够带到现实世界，该有多拉风啊！丁，检测到黑龙作为宿主的受宠，可随时召唤。哈哈，筒子哥万岁！今后我保证再也不叫你狗系统了。今后你的任务，我100%保质保量的完成。哎呀，这可是9万小10万的圣级并蒂莲。虽然筒子给了我30天，但这个等级和数量的灵药，完全不是涂家能够吃下的。哎呀，原本以为搭上了涂家的关系，我就不需要再为灵物用不完而感到苦恼，没想到这才多久，涂家便已经满足不了我了。神啊，请赐予我一个神仙吧！或许只有神仙才能一次吃完这么多圣药。啊！不是吧，神仙显灵了！啊！神功呼吸，不好吧？看他样子，应该也是武者，不应该溺水啊！难道是受了重创？你是谁？这不应该是我的台词吗？你谁啊？为什么要喝我家的池塘水？多谢小兄弟的大救。谁小啊？不是吧？你别死在我这里啊！王守信，该死！我说，你别再动灵气了，再吐下去，你可真就没命了。小兄弟，我观你也是顶级武者，还请尽快将我送至涂家，再晚恐大祸临头。不怕告诉你，我被奸人偷袭，险些身死，怕是要不了多久时间，那奸人就会追杀至此，到时候……你认识涂家人？此乃盟主令，持此令，可号令天下武者。盟主令？你是武道盟盟主，武宗良玉，你居然是个女武者！小兄弟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再不快点走，我们俩都走不掉。走，往哪儿走啊？梁玉，束手就擒吧，你逃不掉的。王守信，没想到你身为王家老祖，联盟长老，居然背叛人类，投靠异兽，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？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异界灵气充裕，王级灵药随处可见，异兽中王级甚至是皇级强者数不胜数。我只是顺势而为罢。人贱！王守信，和一个死人费什么口舌？你没看出来他在拖时间吗？贱人，你敢耍我？被发现了吗？希望联盟几位长老早点来吧，不然……哼！王守信啊，王守信，就你这脑子还当人奸呢？连个异兽都比不过，注定成不了什么大器。贱人，死！这就是武宗强者吗？麝月！该死，受伤太重了。若是有圣级灵药，你能恢复实力吗？你知道什么是圣药吗？以现在人类世界的灵气浓度，根本无法出现一株圣药，除非冒险深入异兽世界，才有一丝微弱的可能。若我真有一株圣药，岂容那王守信在此嚣张？你看那，什么圣药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你该不会是想说这池塘下面有圣药吧？不是池塘下，是莲花。不信，你亲自采一朵，便知真假。这小兄弟难道是被吓疯了？不过他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大概是想在死前用莲花安慰我吧。算了，满足他吧，就当报恩了。
梁玉，女人就是女人，到死都忘不了臭美。放心，等你死后，我便将你埋在这池底，每年都会有这么多莲花为你陪葬。这股浓郁的灵气，这真的是圣级灵药！这股灵气，圣药，居然是蕴含10万灵气值的圣药！不可能，人类世界的灵气如此稀薄，怎么会有圣药的存在？还是一株上千的并蒂莲？不是一株，是一池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一株圣药就算了，这里怎么会有一池子的圣药？一定是假的，是幻阵。若是让我吞下这一池子的圣药，什么异兽皇者，什么武道宗师，我将成为所有武者的帝王，所有人类和异兽的主宰。我的，都是我的！不好！你先抓紧恢复实力，我让人帮你抵挡片刻。天蓬，回去！好胆！一个半步武宗也敢拦我，找死！遮天手！倒挂钉耙！呀！没事儿，不管你受伤多严重，圣药管够。再来！你还在等什么？梁玉恢复后杀了你我吗？主人，没办法了，2个武宗，千鹏只能死战了。等等，我想已经不需要我们拖时间了。麝月，我还没有成为武道皇帝，我还没有。好，偷渡人类世界，我能让你跑了？我这个盟主岂不是白当了？射天狼！不愧是现阶段人类武者的巅峰，只是2箭便射落2个武宗级强者。多谢先生的帮助，梁玉感激不尽。无需多言，帮你就是帮人类。像王家老祖这样的败类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先生可愿入我武道盟？梁玉愿意以长老之位代之。真大方呀！我一个半步武王，真当了联盟长老，还不被其他武王撕了？不行不行，苟住才是王道。啊，不了，我这人闲散惯了，受不得约束。这样吗？既然如此，还请先生将这枚盟主令收下，不然梁玉心事难安。这个可以。盟主身为武道盟之主，想来应该有很多门路。实不相瞒，我一直苦恼于这一池并蒂莲如何消耗。不知盟主是想要将这一池子圣药售卖？若真如此，请先生务必考虑我武道盟。武道盟虽不是专门的商行，但面向全天下的武者，且盟内有武宗强者数10人，保证能让先生获利最大。获不获利的我不在乎，我只有一个条件：30天之内将其全部消耗完。30天之内将这些圣级灵药全部消耗完？李先生，这是不是太暴殄天物了？这里的每一株圣药都是可以用来当做镇盟之宝的了。那我不管，如果你不能保证30天之内消耗完，我找别家，大不了到时候我直接面向天下人，无偿免费赠送。圣药免费送？我该说你是败家呢，还是大方呢？亦或是……好，30天就30天，这个条件我接了。
舒服，又解决一个大麻烦。现在就只需要坐等30天，便又能开启一个新的灵气灌顶空间了。丁，恭喜宿主收到来自5宗级强者梁玉的敬仰，获得敬仰值99999点，可同步，可突破。怎么武王的敬仰值是9万，5宗的敬仰值还是9万？难道这和灵气灌顶空间的等级有关？哎呀，算了，系统突破吧。爹，那个涂云燕，他不仅想要撕毁婚约，侮辱我，更是找了外人帮手撑腰。风老更是因此身死，您要为我做主啊！废物！小时候让你好好练武，你不听，这下好了，这么多天才地宝投入进去，你才是一个高阶武者，人涂云却比你小2岁，如今都已是半步武王了。你准备向李家的那个废物少主看齐吗？爹，再怎么说，我还是比那李家那废物强多了吧？毕竟那废人连武能都没有，只能一辈子是个凡人。唉，刘峰啊，总之，风老的仇先记下，此时不宜大动干戈。凭什么？难道就任由一个乡野村夫和贱妇骑在我们王家头上拉屎？冷静！如今老祖正在谋划一件天大的事，若成功，我王家将彻底君临天下。届时，什么武道盟、涂家，都只配沦为我们王家的奴隶。所以，现在我们最需要做的，不是节外生枝，去招惹一个新晋武王，而是隐忍，照常行事，不让外人发现我们的端倪。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若是什么都不做，反倒不符合我王家的性格。收拾一下，准备随我去涂家。我倒要看看王安然还认不认我这个哥哥。大哥，小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再不来，怕是小姑就要忘记自己姓王了。是不是接下来还准备与王家一刀两断呢？小风，没礼貌，再怎么说也是你小姑，道歉。小姑，是侄儿错了。没事儿，只是不知道大哥今天这一趟来为的是哪般啊？小妹，你倒是生了2个好女儿啊！这个月的灵药不是给你们送过去了吗？怎么又来我这儿了？而且看起来你们的脸色都不太好啊。来亲戚了？啊，你会算命吗？猜得这么准？被你猜对了，家里来了恶亲戚，没办法，来你这里躲亲戚了。我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怎么随地大小哭啊？我这茶里没有掺杂哭药，别赖我身上。和你没关系，都是那王家人，什么玩意儿？一个是纨绔，也敢觊觎我涂云雀的妹妹，若不是……姐姐，算了，王家势大，村中有武王强者不下3位，我们家只有母亲1人，顶天了再算上你，也只有1个半。只是我实在不甘心，那王流风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，我就算是嫁给一个凡人，也绝不会嫁给他。妙啊！不好，干什么啊？一惊一乍的。李记，干脆你娶了云燕，生米煮成熟饭，看着王家人怎么办？妹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可以不嫁给王流风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我反对。反对无效。长姐如母，我决定，今晚你们就结婚。云雀、云燕，走吧。不，母亲，我不要嫁给他。小妹，你教的好女儿啊。云燕，听话，别耍小孩子脾气。王家也不是那么差，母亲也是王家人，总不叫你受委屈。要嫁你嫁，
我不嫁。涂云燕，你要是还当我是你母亲，就听话。母亲，你从来教导我们女子要自强，如今到底是什么值得你非要牺牲云燕的幸福？你不懂。我懂，不就是王家强者多吗？我涂云雀也不差，为了一桩婚事，得罪我一个未来的武王，值得吗？什么得罪不得罪的，都是一家人。你们是不是忘了这里还有个人？来主人家，将主人扔在一旁不管，不好吧？爹，他就是那个杀了风老的人。这位小兄弟，之前风老一事错先在我王家，本不欲问罪，今日还请这位小兄弟行个方便，借用贵宝地处理一下家事。王家，王守信是你们什么人？小兄弟认识我父亲？哼，认识，怎能不认识呢？你父亲乐于助人，非得帮我喂鱼，怎么劝也不听，好人呢。既然认识，那就好说了。小妹，直接动手吧，别打扰了小兄弟。慢！什么时候我说同意你们带人走了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人是自愿来我这儿的，也得自愿走，谁也不可以强迫我的客人。我话完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你耍我？是啊，我就是在耍你。小子，你真是不知死活！我父亲乃武王后期的强者，今日必死。母亲，你不是一直都说要当面感谢李绩先生吗？若不是李绩，涂家早在前线就被一兽推平了。如今李绩就在面前，你不能坐视不管啊！小妹，你要阻我？云燕之事我都可以依你，但李绩乃是我涂家恩人，更是我的恩人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恩人？都说涂家人在战场上纷纷突破，是因为得了一大批高质量灵药。难道说这个李绩，我可以放过他，但他要拿出一笔灵药赔罪。武道世家不可轻辱，这是武道盟的规定，不然我将举整个王家之力镇压他。爹，你……李先生，你看……不可能，我的灵药宁愿喂猪，也不会给王家人丢份儿。我的庭院！王安然，你忘了你姓什么了吗？自从你们把我嫁入涂家以后，我便是涂家人了。好一个背叛家族的贱人！今日我就替王家清理门户。清理门户是吧？不如先让我来。哼！盟主令！小贼！你竟然敢偷盗盟主令，绝不能让此子活下去！居然还和盟主有联系，若盟主得到这小子的灵药相助，我就说这令牌没用，梁玉非说可以号令天下武者，坑货！你也是武王？不仅我是，我的贴身护卫也是。天蓬，到你出手了。爹！一击秒杀！怎么会是半步武宗？王安然，我可是你大哥呀！前辈且慢，李先生，还请大人有大量。先生，王家毕竟还有一尊武宗强者，杀了他，恐触怒那人。放心，那武宗……大长老，救我！此人盗骗盟主令牌，还欲要杀我，请出手将其镇压。大
长老大了，王家乃是武道盟列系家族之一，在长老团占有一席，肯定会帮助王清源。哼，是吗？那可不一定。压起来！还有那小子，大长老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爹！奉盟主令，王家老祖王守信与异兽勾结，意图伏杀盟主，罪不可赦。王家在武道盟出名，有关人等押送刑律堂受审。王清源，你们的事发了。不关我的事儿，我没有参与啊！爹，这就是你说老祖在做的大事儿，老祖害我！活下去！涂家主，也就是你和王家早做切割了，不然依照你王守信女儿的身份，今日恐怕难以脱身。谢大长老明察秋毫。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你身后的那位先生吧。难道刚才李记拿出来的盟主令是真的？他真的是盟主的座上宾？李先生，之前盟主之事多谢了。盟主吩咐过，今后先生的事就是武道盟的事。这一张专属卡，先生可在武道盟任意地方支取任意金额的联盟币，不限额。大长老客气了，互惠互利罢了。既如此，盟内诸事繁多，在下就先行告辞了。武道盟随时欢迎先生的到来。上千年辉煌，祖宗武者过万的王家，就这么倒了。而且母亲，我没事。当年王守信把我强行嫁入涂家，你父亲在战场上用命换下我后，我便只是涂家主母，不是王家女儿。李先生多次救我涂家于水火之中，大恩不言谢。今后涂家为先生马首是瞻。算起来，一个武宗巅峰的梁玉，一个武王中期的王安然，再加上半步武宗的天蓬，我自己也是武王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居然汇集起了这么多力量，是时候找回李家的场子了。启禀家主，各位长老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盟内之所以出现大量的圣药，全是盟主的门路，其中隐约和涂家背后的那个人有关。都听见了，盟主突破武宗巅峰，涂家突然出现数千中高阶武者，都是因为一个人，一个手中掌握着海量灵药灵石的人。谁要是得到了那个人的支持，谁就能成为天下数一数二的实力，甚至有可能一统整个武道盟。如今这局势对我们李家而言，既是危机也是机遇。若我们能与那人交好，得到他的助力，那李家崛起便指日可待，重现往日辉煌也不再是奢望。他梁家能做到的，我们李家凭什么不能做到？家主不能再等了。通过大长老和涂家主母的关系，我已经拿到了那人的位置，但若是我亲自登门，太过突兀。李岩，你是李家少主，身份是够的。你母亲与涂家主母有救，你们一起上门，一定要教好那人。领命，孩儿此行定不辱使命。知道为什么要让你去吗？爹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让我取得那高人的信任，然后保持住在家族中的地位。是啊，自从3年前出了你大哥那档子事，我们三房的地位便开始动荡，其他各房无不虎视眈眈。若不是我还是武宗，怕是早就被他们赶下这家主之位了。都怪那个废物，要不是他，我们也不会。好了，不说那个废人了，晦气。不过幸好我还有你，如今你总算踏入了半步武王，比起涂家那丫头也不遑多让。这都是爹的功劳，若不是爹源源不断的各种高阶灵药支持，孩儿也走不到这么远。有你在，
三方后继有人。若是在我死之前，你能突破武宗，这家主之位，其他几方就只能干看着。孩儿必不负爹所望，努力用功，继续三方荣光。言归正传，这次的任务很重要，你必须用心完成。这不仅关乎家族的利益，更关乎你今后能不能坐稳这家主之位。你母亲与涂家主母有旧，这是我们的优势，你一定要利用好这个优势。我听说涂家老二和王家的婚约废除了，你若是能更进一步，得到涂家老二的青睐，将来引入涂家助力，你的家主之位将坐得更稳。你明白吗？孩儿明白了。唉，我说，你们怎么就赖着我不走了呢？前线战事停歇，母亲让我留下来保护你。你一个半步武王，保护我个武王？你听听这对吗？你呢？你又是为什么？我不为什么，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。你哟，这不是我那个废物大哥吗？几年没见，怎么当上农民了？扛着锄头，这是要下地去啊？李岩，哼，看来这几年你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嘛。一个废人还能靠着这张小白脸傍上2个如花似玉的双胞胎，怎么现在开始走吃软饭这条路子了？你嘴巴放干净点，说谁吃软饭呢？要吃软饭也是我们吃。哼，李记，人呢，有的时候就是要认命，不是你的东西强求不得。哦，这么说，这李家少主之位原本就是你的？哈哈，可笑，不过是捡我不要的东西罢了。废物！你以为我还是当年那个被你呼来喝去的少年吗？今日我便让你懂得如何尊敬一名武者。半步武王的气势倒是不错，可惜还不够看。你若想动手，那涂云雀奉陪到底。云雀，涂家大小姐，难怪你有恃无恐，原来傍上了涂家。今日我来此有要事，不想和你们涂家产生冲突，只是好心提醒你一声，李记是我们李家出了名的废人，在他身上下注不值当。张口闭口就是废人，只怕和李记相比，你才更像废人吧。涂云雀，你别以为有涂家撑腰就可以肆意妄为，我李岩如今也是半步武王，岂容你如此羞辱？哼，李岩，几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沉不住气，怎么被说中痛处了？李记，你不过是个靠女人庇护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？有本事我们单挑，看看到底谁才是废人。李岩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李记哥哥才不是你说的那样。云烟，别和他一般见识，他这辈子也就只能靠这种挑衅来刷存在感了。李记，你少在这里装腔作势，今日我定要让你知道，谁才是李家的天才。无聊，谁要和你比当李家的天才？真要对比，这个世界上也只有武道至尊才配让我稍微看一眼。李记，你真是笑死我了！武道至尊就凭你一个无法觉醒武能的废物？无法觉醒武能？那你看看我这是什么？武王？不可能！你连武能都无法觉醒，怎么会突破武王？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，你做不到，不代表别人做不到。你李岩也不过是个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罢了。继儿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。继儿，你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我这些年过得很好，毕竟拜你们所赐，不是吗？继儿，母亲对不起你呀。当年……够了，当年
你们见我无法觉醒武能，怕我玷污李家的武名，直接剥夺我的少主之位还不够，居然狠心将我逐出家族，自生自灭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李靖，别以为你突破武王就得意了。现在的李家，哪怕是你回去，也没有你的位置了。回去？我为什么要回去？现在的李家，在我眼里，狗屁不是。李靖，你竟敢如此辱骂李家！切，我就骂了，怎么？就凭你一个半步武王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？就算是李叔堂亲自来了，我也这么说。李家狗屁不是。你言儿，不可冲动，别忘了我们今日来的目的。贸然动手，恐惹高人不喜。李靖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自傲，殊不知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等到我结识这里的高人，海量的灵药加成，早晚也可以成为武王。到时候，你，依旧只能是我的手下败将。高人？哼哼，那我倒要看看这李家村除了我，还有什么高人。风霞，我就说怎么到处找不到你们，原来你们已经和李先生见过面了。看你们的样子，似乎已经不需要我再介绍了。安然，你说的李先生，不会就是继儿吧？继儿？不可能，李继就是一个被逐出家门的废物，他怎么会是那个高人？王爷，你们肯定是被他骗了。是这样的，继儿，难道你真是？没错，我就是涂家背后的那个男人。涂家、武道盟那些灵物都是出自我手。李继，你还在骗人！看我戳穿你的真面目！哎，破军！继儿小心！言儿！哼，果然，你最终还是会选择李岩，对吗？继儿，够了！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你弟弟呀！难道你真的想要手足相残吗？现在说这些，当初在李家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为我说话？我怎么说？我能说什么？我不过是个高阶武者，那群李家长老恨不得将我们家吃干抹净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好一个没办法！琪儿，母亲错了，真的错了，跟母亲回去好吗？现在的你是武王，家里的那些长老肯定不会再有意见，你还能回家呀？哼，家？不，李家不是我的家，这里才是我家。你们走吧。继儿，走，再不走，我便出手将李岩废了，让他也尝尝当一个废人的滋味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继儿，对不起。李继哥哥，你还有我。今后谁要是再对你口出狂言，先问过我的刀同不同意？谢谢你们。李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和李家的关系，王姨，我知道了，今后还是直接叫我李继。好，李继。叮，恭喜宿主完成现实任务，奖励开启4级灵气灌顶空间。看样子是梁玉那边的任务完成了，不错不错，不愧是掌握整个天下武者的盟主，没想到30天就消耗完了9万的圣药，还有新秘境开启了，不知道这次又会出现怎样的异兽呢？或许会直接出现神兽，哼，真是期待啊！唉，这气候真燥啊！看这火山规模，居然比小黑空间的火山规模还要大。难道这次给的是一个龙巢？里面会出现一只成年火龙？
哼，管那么多，战斗爽！我靠，全是半步武王！等等，这些全是神兽朱雀，闹呢！让我打朱雀，不过也不是不行。看起来这些朱雀都是半成品，或者说还没有成年，不然不会只是半步武王级。来吧，让我看看朱雀的战斗力。哼，数量太多了，在空中我不占优势啊！哼，有本事下来啊！我靠，不讲武德！哼，看是你们的灵气族，还是我的灵气族？哼，没灵力了，那就到我的回合了。射月！哈哈，今天我也来一次后羿射日，射月，射月，射月！哼，我就说嘛，一个4级灵气灌顶空间，怎么会只有一群半步武王的朱雀？终于，大 boss 舍得出来了吗？人类，你竟敢屠杀我的子嗣！今日你必死无疑！哼，武王境，呵呵，来得好！我倒要看看你这武王境界的朱雀究竟有多厉害！哼，就这点本事吗？看我的射月！雕虫小技！啊，有点意思。看来你不只是武王，而是半步武宗。那就再接我一招！万剑归宗，去！哇，这人类竟有如此强大的招式！人类，饶了我，我愿意当你的坐骑。我杀了你这么多子嗣，你全族尽灭，你没有怨言？没有，成王败寇，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，只要你能留我一命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你去死吧！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。屠山拳！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来晚了，我有坐骑了，而且我怎么可能留一个隐患在身边呢？丁，恭喜宿主首次击杀王级异兽，奖励神级灵物万化神髓99999个，限时使用时间30天。神级灵物，系统先提现一份给我看看。不愧是神物，只是逸散出来的灵气就比一般的灵药总量还要多，这里面应该有100万的灵气值吧？哎，看上去很好吃啊，我先试试。哦，不好，灵气太多了，给我消化！还好没有吞服太多，险些给我爆体了。只是这一份就差点让我突破武宗，我现在依旧是半步武宗了。但是一份便蕴含着海量的灵气，一般武者如何撑得住？怕是直接就爆体而亡了。只有武王以上的武者才能勉强吸收，可天下哪来那么多武王以上强者呢？系统啊系统，你又给我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啊！家主，少主和主母回来了。哦，他们怎么不亲自来？少主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。主母一回来，就将自己关闭在房间里，谁也不见，像是受到了什么打击。哼！我叫他们去结交高人，他们居然无功而返，原因呢？好像是在途中遇到了
大少爷，说，大少爷突破武王，少主心有不忿，和大少爷大打出手，最终落败，受伤昏厥。废物！你说，大少爷真的成了武王？回来的随行人员是这么说的。李记。万分抱歉，实在有劳先生远道而来了。无妨，正好我也有事儿找你们。先生交由我武道盟的9万王药均已售空，按照先生的意思，凡购得圣药的客人必须当场服用后才准离去。9万圣药造就了数万顶级武者，这个月内有上千新晋武王，上百名武王突破武宗，先生可称得上所有武者的恩主。不仅如此，在海量圣药的帮助下，盟主更是突破了武宗巅峰的桎梏，成为了人类第1尊武圣。若无李先生，梁玉还不知多久才能突破。请先生受我一拜。盟主客气了，各取所需罢。不，先生恐怕不知道这批灵药对武道盟的重要性，还请先生随我一步。参见盟主，大长老。原本武道盟只是一个由一众武道世家组成的松散联盟，抵御异兽的前线战团也都以各家为核心，自主创建，武道盟根本无法插手。有了先生提供的圣药，武道盟终于组建起第1支联盟军。这支联盟军一共1万人，以武宗为将，武王为校，顶级高阶武者为士兵。有了他们，武道盟终于不是可有可无了。还是原来的那句话，先生这批圣药的价值实在难以估量。我和大长老决定将这支联盟军交由李先生统领，毕竟你才是他们最大的恩宠。给我？对，我想整个武道盟内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了。你们不是一直都在问我，那些圣药究竟是谁给你们提供的吗？是他，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先生。今后他就是你们的军团长。参见军团长。我叫李记，很惭愧今天才与大家相见，可能我的实力不如你们其中的一些人，但我可以向你们承诺，你们军团将是最不缺灵药补给的军团。有我在，外面有的灵药灵石我们会有，外面没有的我们一样会有，只要立下功勋，灵药不限量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军团长说的是灵药不限量？这可是能拿出海量圣药的神人，灵药不限量而已，我信他。军团长万岁！叮，恭喜宿主收到来自武宗级强者张三、李四、武王级强者王五的敬仰，总计获得敬仰值999999点，可同步，可突破。很好，果然猜的没错，灵气灌顶空间升级了，敬仰值的上限也提升了。不过一下子进账这么多的敬仰值，这已经足够我突破到武圣了吧？众目睽睽之下，算了，还是先暂时不突破吧，免得吓到这些人。给你的军团起个名字吧，就叫武神军团吧。我希望将来的他们人人都可以成为武神，而我将是带领他们走上武道巅峰的武道至尊。盟主，异兽空隙再次扩大，海量异兽从对面涌出来，其中不乏大量终极异兽。武宗级异兽不止一头，已经出现了10几头。不对，数量还在增加。紧接着，这群武宗级兽后出现了一头通天异兽，初步估计等级比武宗还要高，防线岌岌可危，请求联盟增援。来不及了，已经有武圣级异兽出现在前线，我必须立即赶赴前线阻止他。大长老，后续的援兵就交给你了，尽快。这就是武圣境吗？比之武宗的灵气外放，动辄惊天动地，进入武圣显然已经返璞归真，灵气完全能够收放自如，利用到了极致。李军团长，恐怕你的军团现在没时间休整了，要以最快的速度赶赴支援前线。对啊，这么多人已经可以消耗一部分现实神物了，
不过还是太少了，或许我可以。大长老，上前线的事儿先不急。李军团长怎么能不急呢？盟主虽然能够抵挡住对方的5圣级异兽，但下面的战团抵挡不住增添了精锐异兽的敌方军团呐。每耽搁1分钟，前线就多损失1名士兵呢。不，我没有说不增援，而是说暂缓。你现在以武道盟的名义，向所有即将启程增援前线的将士发一道命令，让他们全部在班公湖集结。我要送他们一份大礼。联盟怎么让我们在这里集结？谁知道呢？可能是联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吧。快看，这是哪家的战团？居然以武宗为将，顶尖武者为士兵。他们穿着统一的战服，是武神2个字。联盟内何时出现了武神战团？难道是哪个新兴世家组建的吗？这就是盟主前段时间主持建立的主力军团吧？果然精锐啊！是啊，自从那人出现后，世道大变，武道盟不再是我们可以呼来喝去的了。再怎么变，这天下始终还是掌握在我等世家大族手中。哪怕是这武神军团中，也有小半数出身我等世家。武道盟终究还是需要我们的。是啊，如今的当务之急是取得和那人的关系，不能让梁家、武道盟霸占了那人的灵药渠道。哼，今日我等18顶级家族集体向梁家发难，我看他梁玉答应不答应。若不答应，呵呵，能够谈拢最好，谈不拢也不要太过于撕破脸了。难道你们忘了王家的下场？怕什么？不就是一个武神军团吗？我等加起来的兵力和顶尖武力岂止10个武神军团？更何况现在前线紧急，梁家不一定抽得出手来。刘家主说的有道理，今天我等再不行动，早晚被梁家吃的骨头渣子都不剩下。各位家主，大长老有请。走吧，去会一会我们的大长老。各位家主、长老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大长老，如今前线危机，联盟不马上让我们上前线抗敌，突然将我们聚集在这班公湖，寓意何为啊？李家主，实不相瞒，这非我之意。不是大长老的意思，难道是盟主的意思？也不是盟主的意思。那就好笑了。当今天下，除了你大长老和盟主，居然出现了我们都不知道的人物，能够绕开长老团和家族联席会议，将我等汇聚一处。你们是想要做什么？大长老，根据联盟法律规定，凡是大型事件必须经过长老团、家族联席会议同意后方可实施，哪怕是你和盟主也需要向二者报备。如今你们突然绕过二者，将数十万武者聚集在此，很难让我们不多想啊。难道说你们梁家想要依靠那1万武神军团，将我等聚歼于此，君临天下？呵呵，就怕你们有这个胃口，没有这个牙口啊。虽说武神军团加上你们梁山战团有20多位武宗，200多名武王，数万的武者，但我们也不是好相与的。光是站在你面前的就有不下20位顶尖武宗。大长老，我劝你们梁家还是好好掂量掂量。哎呀，你们都想到哪儿去了？且不说我梁家有没有这个想法，就说现在异兽实力大增，前线危机的情况下，我们也不可能选在这个时候动手啊。那可说不准，毕竟权力这东西实在是难以捉摸。除非你们梁家将背后那人交出来，将他手中的灵物资源共享出来，有此诚意，我们才好相信你们呀。不然
我看这武道盟也是时候换一个首席家族了。绕了这么大一圈儿，这才是你们的最终目的吧？果然是利益动人心，幸好李记有先见之明。哟，聊着呢。混账！谁让你们进来的？不知道这里面的都是家主级、长老级人物吗？滚出去！大长老，这就是你的手下吗？果然和你们梁家一样，不懂规矩。等等，李记，李记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李家主那个出了名的废物儿子。呵呵，真是虎父犬子啊！可怜李家主英雄一世，居然有这么个废人儿子。看他样子是投靠了梁家，这是想要拿他来威胁李家主吗？李记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哦，可是我要说今天这会没我你们开不成呢。真是狂妄的小子，怕不是因为被驱逐出家族得了失心疯，想着来这里找存在感，从而期望得到李家主的关注，重回李家吧？李记，当年那事儿，家族也是迫不得已。哼，那你呢？也是迫不得已？你一个堂堂武宗后期的高手，一家之主，连自己的儿子都庇护不了，还是说你本就是这样想的？哼，你还真是个伪君子啊！够了，李记，不要觉得家族欠你的，你怎么不想想你为家族做了什么？若不是你自己太废物，家族岂会出此下策？哈哈哈哈，真是好笑。李家果然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，真是令我作呕。逆子，你在找死！别以为成了武王便可以目无尊长，诋毁亲族，说1000道10000，我还是你爹。今日就让我来教训教训，什么叫孝顺！李家主发怒了，蕴含着李家主的全力一击，这李记看来不死也得重伤了。哼，不知死活的小辈，住手！好东西，终于忍不住了，正好拿你试试水。系统加点，全部静养值清空。叮，消耗静养值999999点，已为您提升武道境界为武圣境。不可能！你这是什么妖法？妖法？不，这只是实力的碾压。武圣，这不可能！你不是武王！武圣境！天哪！这气息错不了，在盟主身上感受过，这绝对是武圣，他怎么可能？武圣，天下第2尊武圣出现了！现在还有谁觉得我不该出现在这里？李叔堂，我的好父亲，你觉得呢？我没意见。我们也没意见。武圣大人的话当然是金科玉言，我们绝对执行。武圣大人，我等有眼无珠，愿意听从一切命令。事到临头，已经来不及通报梁玉了。既然已经彻底得罪了这些家主，看来我不得不出山了。李家主，看来你对我的教训结束了。不敢，武圣大人，是我狂妄无知。哼，很好，既然你们都没意见了，那就竖起耳朵给我听清楚了。班公湖内外集结的所有武者，无论世家、散修、宗门弟子，还是联盟军，即刻起
由我武道至尊李绩统一调度，此为至尊令，等同于盟主令。我等谨遵至尊谕令。是，我等及所属家族任凭至尊差遣，愿为至尊效此力。大长老，至尊请吩咐。传我令，所有机械武者按原编制不动，原地待命。1个小时后，我亲临班公湖，赐予他们一份足以改变人生乃至战局的大礼。哼，世家权力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不过是土鸡瓦狗。正好借着数十万人的敬仰，将神物催化到极致。前线，哼，待数十万高阶武者真正蜕变，直接打到异兽老家去。是，属下立刻传令。至于你们，今日之事，我不希望再看到第二次。前线战事吃紧，尔等家族底蕴深厚，当倾尽全力。若有阳奉阴违、保存实力者，后果想必你们很清楚。都退下准备吧，迎接下面的大礼吧。谨遵至尊法旨，我等告退。没想到李绩的实力已经增长到这么快了吗？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，看来我要更加努力了，不然……主人果然是神仙，之前还在我之下，如今已经超过我了。希望涂家还有云雀、云燕跟着他，没有错吧？走吧，该去给我们的将士们送礼了。如此多家主、长老汇聚一处，还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武者，怕是全天下的武者都来。多少年没见过这种盛况了。领头的那人是谁啊？看起来家主们对他很是尊敬。没听说吗？那就是新晋武圣至尊李绩。至尊？那该是何等的人物啊？武神军团知道吧？那就是至尊的亲军，你我这种普通高阶武者都进不了门儿。至尊说的大礼是什么呀？不知道啊，但我知道，有的人如今怕是肠子都悔青了，自己将一个定海神针丢了。今后啊，要对家族里的那些废人好点了，万一又出现了至尊式的人物呢？今日我李绩在此犒赏天下武者，为的是彻底解决异兽之危机。神鱼，系统具现全部万化神髓，地点班公湖。丁，万化神髓已具现，已自动幻化为神水，请宿主接收。天哪，这是神迹吗？啊！七彩祥云，难道有天神下凡了吗？哎，没听见至尊说吗？这是召唤来的神语。这灵气值爆了，爆了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随便呼吸一口就是上万的灵气值，那我们之前吃的那些几百几千灵气值的灵药算什么？啊，这难得一见的神水，李绩居然召唤出来了一整条神河！灵气，灵气！我求而不得的灵气，居然在这里随手可得！不是随便呼吸一口都是灵气！我在做梦，我一定是在做梦！果然，我是在做梦！如此机缘，都是至尊赐下的，今后我愿为至尊效死！愿为至尊效死！愿为至尊效死！唉，今日之后，至尊的地位将不再动摇，哪怕是盟主来了也没用啊！有至尊提供的如此神物，谁还愿意当这个鬼家主啊？跟着至尊吃香的喝辣的，不好吗？今后谁要是说至尊的坏话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丁，恭喜宿主收到来自武宗级强者刘能、武王级强者蒋成的敬仰，
总计获得敬仰值999999点，可同步，可突破。不愧是我，只需稍微出手，便已经无敌于世。我突破武圣境了，我也突破了，这就是武圣的力量吗？果然恐怖如此！我终于突破武圣了。我如今突破武圣，已经和李记持平了。也就是说，果然是一群墙头草，才稍微有点力量就开始飘了。也罢，系统突破吧。丁，消耗敬仰值999999点，已为您全部兑换为武道修为。您当前的武道境界为武圣巅峰。果然不行嘛！看样子至尊在武圣这条路上走得远比我们快。唉，今后只能夹起尾巴做人了。这算是警告吗？怎么刚突破武圣，便觉得自己有资格与我平起平坐了？至尊息怒，我等绝无此意。至尊永远是我等的领袖。是啊，至尊，我等对至尊的敬仰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希望你们能够记住今日所说，若再有二心。至尊果然神威盖世，刚刚突破的家主们在至尊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那是自然，至尊可是能召唤出神水，并免费赐予我们的伟大存在，岂是这些蝇营狗苟的家主能比的？今日我赐予你们神水，帮助提升你们的境界，知道是为什么吗？除异兽，救人类。没错，待到此地灵气被你们完全吸收完后，我们便一同前往前线，彻底解决异兽之患，甚至于攻入异兽世界，重现人类荣光。是，我等定不负至尊期望。大长老，元君怎么还没到？至尊他……至尊？是我已经彻底收服几大家族，并破入武圣境界，号为武道至尊。原来是李先生，我还以为后方出事了呢。既然是李先生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只是前线实在着急，援兵再不到，我怕……你预计能够撑多久？我准备提升一下这批援兵的实力。这一次，我们或许可以彻底解决涌入人类世界的异兽，御敌于国门之外。先生有多大把握？10成。观众朋友们，战争前线为您播报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尊敬的武道盟盟主带领下，前线将士们抵抗得十分艰难。根据最新的消息，武道盟早已发下征兆了，数十万武者已经纷纷前往前线。只是不知道为何，直到此时，他们依旧没有任何消息，仿佛从人间消失。老牛，你是不是草吃多了？一个小小的人类世界，这么久还没有打下来？死鸟，有本事你来试试，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那就让我来试一试，我吞！不好！异兽一方出现新的武圣强者，前线恐彻底崩坏，前线危机，人类危机！我们的援军究竟在哪里？前线光靠梁玉一人已经无法坚守，本尊先行一步，你们待班公湖内的灵气彻底吸收完，再行前来。记住，一定要彻底吸收完。谨遵至尊法旨。终于走了。至尊给人的压力太大了，今后我们注定要生活在至尊的阴影下，大家手脚都干净些吧，不然家族内哪个不开眼的惹到至尊。人类到此为止了，烈风斩！散！李记，没事吧？你要是再晚来一步，怕是只能给我收尸了。
哦，我来了，你可以休息了。接下来的战斗就交给我吧。对了，给你们带了些神水，你和受伤的将士们服下吧。这是神水，上千头！万化神髓，居然有这么多！不可能！如此贫瘠的人类世界，怎么会有万化神髓这种神物？而且还有这么多，就算在我们的世界，如此一滴也难求。我就说，原来是障眼法。这个人类肯定是专修骗术的骗术家，想要用这种神物扰乱我们，伺机救人。嘿，可惜呀，太蠢了。是啊，若是1桶，我们或许会被骗到；上千桶，当我们是傻子呢？假的？哼，你们自己看看。嘿，小心有诈！真的是万化神髓，是这个感觉，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被妈妈用神髓洗骨的时候。多么精粹的灵气呀！仿佛又回到了牛族圣地，惬意的游荡在灵湖里，肆意玩水。若是假的，你们会被我们泄愤吃掉。可它现在是真的，你们更不能逃出我的爪心了。老牛，抓住那人，一定要拷问出神髓的来源。看来这人类世界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，居然能有出产这么多神髓的地方。占据了那里，你我两族将统治世界。人类，交出神髓！神髓，神髓！你快带着神水下去，这2头畜生交给我了。天鹏，那头牛交给你，那只鸟我收下了。是，主人。就凭你们这些畜生，也想抢夺神髓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！狂妄的人类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雕虫小技，直！你这是什么手段？杀你的手段！喂！没想到人类世界还有你这种强者，不过这还远远不够。星卷风，斩！李记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，看来我们这次有救了。可恶的人类，没想到你如此难缠。哼，现在才知道吗？可惜晚了。从你们侵入人类世界的那一刻起，你们注定死在这里，化为人类世界的养料吧，异兽！卑贱的人类，找死！竟然燃烧惊血，不过这也没用。还是太勉强了，将灵气压缩到极致，这股力量恐怕已经接近武神了吧？还好我的灵气无限量，不然还不等那只鸟撞上来，自己就被吸干了。这人类太强大了，不行，我要快逃！哼，想逃？你问过我了吗？主人，天蓬不辱使命，辛苦你了。李记，这次多亏了你，否则我们前线就彻底崩溃了。不用客气，这也是为了人类世界。现在大家先服用神水恢复伤势，然后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计划。是。后续援兵还有几天才会到，我决定趁着这段时间通过空间裂隙进入异兽世界探查一下消息，为此后反攻异世界做准备。不行，异兽世界仍是异兽老巢，谁知道里面有没有更强大的异兽？这太危险了。放心，
我心里有数，而且我的实力你还不清楚吗？哪怕有更强一阶的异兽，打不赢逃回来还是没问题的。这……天鹏，主人，你带着你的族人好好守护李家村，必要时候出手帮助梁盟主。等我回来。是。天鹏誓死守护主人宅院，绝不叫主人无家可归。尽量照看一下涂家姐妹和涂家，我不希望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了。大家等我回来，这场上千年的异兽入侵便可以宣告结束了，人类终将迎来和平。恭送至尊，愿至尊此行顺利，早日凯旋归来。李琦，一定要平安归来，人类世界不能没有你。众将士，如今至尊为我们争取了宝贵时间，我们也不能懈怠，抓紧时间恢复伤势，提升实力，等待至尊归来，对异兽世界发起反攻。是，反攻异界，人类和平。这就是异界吗？果然灵气充盈，比人类世界灵气等级高了不止1倍，大概等于3级灵气灌顶空间，难怪能够养出如此海量的高阶异兽。啊！这是那头扁毛畜生的族人。哼，也罢，送你们和那畜生团聚吧。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，不是吗？万箭齐放，万箭齐放。不错，就当我给异世界的一次礼物吧。不谢。哎呀，我有坐骑，为什么还自己飞？小黑，出来吧。哎呀，小声点儿，我们这次是侦查来的，侦查，懂吗？是主人。小黑，前进。主人，往哪儿走啊？朝那座最高山飞，我倒要看看那上面有什么。是主人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尊神，攻入人类世界的大军失败，彭胜和牛胜双双被人类圣级强者斩杀，派过去的军团也都损失惨重，不得不退回本世界。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！谢尊神赏赐。我记得之前我探查过，人类世界最高的就是几个皇级强者，怎么突然冒出了一个圣级强者？会不会是那个人类慈盟主突破了？哼，就算他突破了，也只是一个普通圣级。大龙和那头牛都是精英圣级，怎么会拿不下他？那属下就不知道了。手下怎么都是些蠢材，真是让人火大。我听说人类智慧很高，或许我可以抓一个人类回来当我的军师，替换掉这个蠢货。行了，这件事我知道了，你滚吧。是，尊神。不好了！有人类强者通过空间门闯入了我们的世界，还杀了看守空间门的大鹏军团。什么？尊神饶命啊！人类，卑贱的种族，竟敢踏入本神的领土，找死！狗头，传本神之令！真是废物！
传本神令，搜遍整个世界，也要将进来的人类小虫子翻出来，碾碎它！终于来了个能打的，希望你别让我失望。主人，那家伙看起来很强啊，要不要我直接喷口龙息烧了他？别急，先看看他有什么本事。你且退下，让我来会会他。你就是潜入我领地的人类？不错，正是我。一个武圣，本神没去找你，你倒是紧赶着来送死啊！不过你既然敢来，那本神就满足你的小要求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能留住我。蝼蚁，想好了自己的死法了吗？死法？我倒要看看你这所谓的神能奈我何。那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哼，有点本事。狂妄的人类，受死！哼，不过如此。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！也！万箭齐放！该死，他的长轨怎么拖不完？本神乃万兽之神，此界乃兽界，我为当世第一神，世界不灭，神力不空。原来如此啊！看样子，光是和他对拼灵力的话，谁也奈何不了谁。只是周围聚集来的异兽越来越多了，时间不在我，先撤。小黑，风紧，扯货！可恶的人类！给本神将他找出来！我要将他和他的那条黑色长虫碎尸万段！小黑，你先休息一下，刚才那家伙确实不好对付。是主人，那家伙太厉害了。主人，你没受伤吧？无妨，只是消耗了一些灵气而已。而我最不缺的便是灵气。倒是你飞了这么久，还吐了这么多龙息，快些恢复吧。接下来我们要好好游历一下这个异兽世界，尽量找到更多的信息带回去。是主人。这个异兽世界这么大，我就不相信兽神能够完全镇压所有异兽，肯定也会有异兽不服。若是能够找到他们，和他们建立联系，到时候……主人，我们来这里干嘛？寻找盟友。这里除了海就是海，哪有什么盟友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那兽神乃是虎族出身，乃陆地霸主，虽然以强力征服此界，但水下正是他的势力薄弱处。若说哪个地方他的反对势力最多，首选大海之下。主人真聪明。你回去吧，水下不适合你。是主人。接下来就让我独自探寻这海底的奥秘，看看能否找到那反抗兽神的力量。大胆梁教授，竟敢侵入海神宫的领地，
还不速速退去！什么圣级强者？大王饶命，是小的瞎了眼，冒犯大王。我问你答。是，小的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海里最大的势力是谁？首领是谁？有多少兵马？回大王的话，四海最大的势力当然要数我们海神宫了。我们公主也是圣级后期，下面有数位圣级长老，60多位皇级御主，上千位王级首领，手下的兵马何止数亿。小的虽然是王级，但也是海神宫600巡海将之一，还望大人看在海神宫的面子上，饶恕小的冒犯之举。看样子我找对了，这种势力，而且还远离兽神的势力核心，必然保持有极大的独立性。很好，带我去见你们公主。这不知大人来历，小的不敢贸然将大人引入啊。带着这东西，你只管说我可以给海神宫送一场大机缘，你们公主会自己考量的。来之前考虑到大长老他们或许吸收不完，便带了一部分万化神髓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。兽神大人传来命令，要求我们出兵搜索四海，不得放过一处海域。公主，搜索什么东西？一个人？人？对呀，从人类世界闯入我们世界的人，而且实力不俗。据说他和兽神打了一场后，不敌逃窜，现在正藏在世界的某一处角落。什么？和兽神打了一场，还能全身而退？连兽神都抓不住，我们能抓住啊？不管怎么说，兽神令已经下达，若是我们海神宫无动于衷，兽神届时一定会问罪。哼，若不是当年海神受伤被兽神偷袭，这个世界哪轮得到他们陆地守称霸？小声点吧，若是传到了兽神耳朵中，兽神素来暴虐，到时候不知道又要叫出多少族人才能平息他的怒火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该有的动作一定要有，不能将把柄主动递到兽神手中。是，公主。公主，还有一个事，兽神宫传令要我们今年的供奉增加1倍，说是要用于侵略人类世界。1倍？不可能！平常的供奉就已经让我海族男儿无法忍受，如今再增加1倍，下面的人还不得暴动啊！而且，侵略人类世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又得不到一点好处。我也知道难，可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不交，到时候兽神亲自来取，损失的就不是这点族人和灵药了。此事先搁置，等实在拖不住了再说吧。公主，门外来了一个2只脚走路的圣级陆地兽，说要见你。对了，对方还递上了这个东西，说他可以给我们海神宫送一个大机缘。公主，我们海神宫真是堕落了，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我们这里骗吃骗喝。兽神也就算了，现在一个小小的圣级陆地兽都敢找上门了。公主，让我出战，一定拿下他，好好教训教训。圣级两脚兽长什么样子？回禀公主，属下没见过，不过浑身除头上外并无毛发，论起来若不算上龙角，和公主一般无二。混账东西，竟敢亵渎公主，你有几条命够杀的？公主，外面那人肯定是曾经远远见过你，然后施展了某些法术，想要以此蒙混进来。公主何其珍贵，乃故去尊神之女，是尊神留给我们海族的瑰宝，不可以让外人亵渎。
属下请公主施展雷霆手段，将其镇压，以震慑宵小。请公主镇压，维护海神宫之威严。先将那兽带进来。若确实施展的骗术，哪怕是圣级兽神当面，本宫也绝不会轻易放过。公主英明！大胆狂徒，还不速速现出原形！我来海神宫是为了寻求盟友，一句话没说就劈头盖脸的谩骂，这就是海神宫的待客之道。我去，龙女！放肆！海神宫乃天下仅次于兽神宫的势力，你不过一个小小圣级，安敢对我们公主无礼？抱歉，实在没见过龙女，所以一时间看得有些入迷。他怎么知道我是龙族？难道这个世界除了父神，还有第二条龙？休要顾左右而言他。说，你来海神宫到底有何目的？是不是兽神派你来的？兽神？你说那头大猫吗？大猫？他居然敢对兽神大人如此不敬，难道真的不是兽神的人？既然不是兽神宫中，那你是何种族？人？龟丞相，你活得久，你知道天下有这么个种族？没听说过。不过，兽神手下负责侵略的那个异世界，好像就叫人类世界。莫非……人类？你胆子可真大呀！你难道不知道兽神正在满世界通缉你吗？兽神令上说，凡擒拿此人者，赏神药1株。神药？哦，原来我就吃1株神药啊！你们这兽神可真是吝啬，这不是看不起我吗？人类，你不过一圣级，居然值1株神药，你知不知道神药的价值？兽神宫通报上说，人类世界灵气程度低，最强者不过1黄级，不知道神药情有可原。真是个幸运的小子，一个下界人来的，居然值1株神药，兽神也是被气糊涂了吧？不就是1株神药，你们至于大惊小怪吗？至于吗？有本事你拿出来呀！算了算了，何必跟一个下界人争气啊？不过是一个目光短浅之辈。我说，我给你们的那瓶万化神水，你们没打开吗？万化神水，人类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自己看看呗。七彩神光，这是只有神物才能够发出的光吗？难道这桶里真有1滴万化神水？不是1滴，是1桶。什么？1桶？老乌龟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人类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竟然随手送出的就是神物，而且一送还是1桶。若你们海神宫愿意与我签订契约，协助人类镇压兽神，能够得到我的回报，岂止是1桶？天哪，如此神物居然有这么多桶，这个世界怎么了？我一定是没睡醒。这些是我给你们的定金，事成之后，这样的东西你们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想要多少就有多少？难道人类世界不是传闻中那样贫瘠，而是存在一个神级灵气发源地？不是人类世界有，而是我有，我即是灵气之源。不知先生尊姓大名，在人类世界地位如何？人类武道至尊李继。李先生，你所言推翻兽神的事情实在是太大。虽然我海神宫对兽神宫多有不忿，但恕我直言，就算聚集全天下的圣级力量，也很难说杀了兽神。那毕竟是一方神。公主多虑了，我不是要你们马上反抗，而是在关键时候给兽神关键一击。因为到了那个时候，我李继必定成神。李先生未免太过自信了。成神要是那么容易，那这方世界数万年来
也不会只出现2位神。那是因为我没有来，我来之后，神不过尔尔。这股威压真是圣级巅峰，难怪可以在兽神手中逃得一命，距离成神只差一个半神了。尽管如此，圣级巅峰依旧只是圣级，与神之间的差距亦如天壤之别。你们自称海神宫，显然以往出过一尊海神，难道你们就没想过恢复祖上荣光吗？而我能帮你成神，你猜我从一个凡人到圣级巅峰花费了多长时间？多少？3个月。3个月？他在说笑话吧？我们中实力最强的公主，如今圣级后期也足足修炼了上千年，3个月。世上岂有3个月成圣的？若真有，我这上万年的修炼又算什么呢？先生为了让我海族帮助人族，何须骗我？你们觉得以我的实力，我有必要骗你们吗？那这些万化神髓也是骗你们的吗？若真到了2军对垒的时候，李先生果然进阶为神，我海神宫答应反正。公主，我意已决，海族这么些年，难道还没有受够兽神的残暴统治吗？你们忘了被送上兽神餐桌的族人了吗？李先生，海族愿听先生号令。不过不是李先生，而是至尊。我李继未来注定要接手人兽2界，成为那万界至尊。我等参见至尊。很好，从现在起，海神宫便是我人类最坚实的盟友。待我成神之日，定不会亏待诸位。至尊，那我们接下来该如何行事？兽神如今正在此方世界四处通缉我，必然不会放松对各处的搜查。你们的世界我不会久留，海神宫这边先按兵不动，暗中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。至尊英明，只是这兽神势力庞大，我们若一直隐忍，只怕会错失良机。莫急，算了算时间，离我成神之日不远了。丁，恭喜宿主受到圣级异兽龙女龟丞相的敬仰，总计收获敬仰值999999。哼，这兽神找不到我，想在此处布下重兵，等我自投罗网。不过我岂能如你所愿？丁，恭喜宿主完成现实任务，奖励开启5级灵气灌顶空间。任务完成了，这下子敬仰值上限就该来到100万级了吧？不过还是先冲关，回到人类世界吧。小黑，走。好样的，小黑，没有浪费我给你的海量神髓，5圣级的巨龙已然能够撕碎空间。主人，我小黑如今实力大增，定能成为您最得力的助手。那兽神若是再敢来，我定撕碎了他。不错，很有精神。有你相助，我成神之路又多了几分把握。不过，如今这空间裂隙就在眼前，我们且先回人类世界，再做打算。好，至尊，那我们就冲回去，让那些异兽知道我们的厉害。走。人类休要猖狂，吃我一拳！天马流星拳！来得好，看你的天马流星拳厉害，还是本尊的涂山无影拳厉害？哈哈哈哈，不过如此。蝼蚁，受死！小黑，莫要恋战，先走。蝼蚁，若非空间裂缝救你，岂能让你跑掉？尊神，近日来空间裂隙不断增大，或许要不了多久就可扩展到能够容纳您通过的程度。当真？属下不敢欺骗尊神。本神堂堂万兽之神，居然被一个小虫子戏耍，奇耻大辱！待到2界之门彻底稳固，
本神定要屠尽人类泄愤。尊神神威盖世，天下无敌。尊神，属下有一个主意。说。人类潜入我方世界，为的不过是打探我们的具体信息，何不反其道而行之？也派出细作潜入人类世界，窃取情报，挑拨离间，甚至于骗一部分人类强者投靠尊神。到时候两界战争一开，尊神便可伸手镇压，免得出什么意外。虽然本神不屑于这种阴谋诡计，但是此事关我兽族存续，本神允了。不过派谁去呢？属下自告奋勇，属下一族有一门秘术，可幻化万千。属下愿率领善识此术的族人，亲自潜入人类世界，为尊神前驱。好，狐族果然是天下最聪明、最忠心本神的种族，我允了。事成之后，我允你狐族以半神之位。谢尊神。半神之位，尊神好大方啊！谁让人狐族有这种秘术呢？若真让他们做成了，确实该为首功。届时若真的拿下了人类世界，一个半神之位算什么？以两界资源，足以养出一尊新神。哎呀，妹子慎言，若让尊神听了去，必定扒了你的皮。按照盟主的吩咐，属下等人通过空间缝隙踏入异界，却见对面满山遍野，一也摸不到头的异兽，更有10数尊武圣级异兽守着门户，属下拼尽性命才逃回来，其余人都……你真的没有看错？你说对面在空间裂隙附近留守有10几尊武圣，属下幸得至尊赐下神髓，成为半步武圣，绝对没有看错。盟主，依我之见，至尊恐怕早已身死道消，反攻异界之事，看样子也是不了了之了。与其徒劳无功，不如加强防线，留守精兵，各自撤军，休养生息为妥。不可！至尊生死不知，就这样退兵，对得起至尊赐予我们的无数神髓吗？你忘了你的武圣境界是怎么来的了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就这样傻呆在前线1年、2年，数百万武者人吃马嚼，所耗费的资源是一个天文数字。你来出还是我们来出？是啊，别到时候异兽没来攻，我等自己便因为发不出资源出现内乱。反正至尊给我们的命令就是留在这里等他回来，至尊令如此，谁敢乱动？哼，至尊令，至尊在时才有至尊令，至尊不在了，谁来令？你，盟主，至尊武功盖世，肯定还活着，说不定正在异界某处等着我们去救。不如索性直接挥军反攻异界。要去送死你自己去，我萧家可不去。我陈家也不会遵从这种乱命，都是一群白眼狼。至尊耗尽神髓，助尔等成圣，却不料在至尊急需之际，尔等竟然要背叛于他。大长老，少拿大义来压我们。至尊的恩情，我们自然谨记在心，但这不是你拿至尊的名义命令我们的理由。盟主，我们只问一句，这还是武道盟吗？难道是你们梁家的一言堂？诸位，武道盟自然还是那个武道盟，只是在至尊的帮助下，我们武道盟高手迭出，如今武圣强者不下20，武王强者更是过千，王者以下就更是数不胜数了。如今的武道盟实力比之前1个月提升何止数倍，这都是至尊的功劳。如今至尊为了我等深入异界生死不知，难道我们就要坐享其成吗？一旦至尊回来，看到一事无成的我们，难道不感到失望吗？盟主此言差矣，我等并非贪生怕死，只是如今情况未明，贸然行动恐全军覆没。若至尊归来，汉影无力回天；若至尊不测，
我们更要保存实力，为其复仇，而非白白送死。李家主所言也有几分道理，只是盟主，我等不是不想在这里等候至尊，只是陈家主说的对，这么多武者聚集在此处，消耗实在太大。除了至尊，天下又有何人可供给如此多武者？李家主所言实乃良言，而且李家主乃至尊的亲生父亲，是距离至尊血脉最近的人。你们不听他的，听谁的？谁人不知至尊对李家主并无特殊感情，岂能绕过盟主，直接听他的？哼，大长老，俗话说父子哪有隔夜仇？人家两父子之间的事情，你比人家还更清楚。盟主，以往你武力超群，镇压天下，然而现在我等无一不是武圣，敬你叫你一声盟主，不敬你，我等也可以自行重组新武道盟。放肆！你们今日是想逼宫吗？若你这么想，那也没错。梁玉，若你再不识好歹，我等就重新尊至尊之父李家主为新盟主，看天下受了至尊恩情的人，认至尊之父还是认你？惭愧，惭愧。李琦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哼，新武道盟，你们可真敢想啊！真当我李记死了不成？怎么？本尊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们倒是很热闹啊，都想要另立新盟主。至尊，我等也是为了武道盟的未来着想。至尊情况不明，我等群龙无首，继续耗在此处，恐有不妥。哼，群龙无首，为了武道盟的未来？哼，本尊看你们只是为了自己的那点私利吧。本尊耗尽神髓，助你们成圣。你们就是这样回报本尊的？至尊，我等绝无背叛之意，只是觉得如此消耗下去，实在不是办法。不是办法？那你们可有更好的办法？我深入异界，为的就是给你们争取时间，提升实力。如今你们倒好，一个个只想着保存自己的实力。至尊，为父也是担心你的安危，而且这么多武者聚集在此，消耗太大，若一直等下去……少来！本尊什么时候授权你打着我的名号四处招摇撞骗呢？只要本尊一日未死，武道盟就轮不到别人来指手画脚，尔等受本尊恩泽，方有今日之成就。如今却想要在本尊背后搞小动作，当本尊是泥捏的不成？至尊英明，这些人忘恩负义，实在该罚。至尊，你能平安归来，实乃武道盟之幸。只是如今异界异兽虎视眈眈，还请至尊息怒，人类不宜损失太多强者。既然有梁盟主为你们求情，这次的事情本尊就先记下了。若有下次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谢至尊，谢盟主。本尊此次深入异界，虽历经艰险，但也并非毫无收获。本尊已探得异兽世界有一霸主，名号兽神，实力远超武圣境，我称之为武神。神？没错，一尊神。这一尊神，我们还打什么？慌什么？不过一尊兽神罢了。待本尊休息片刻，弹指可破。而且除了探得兽界消息，还联络有一盟友，可为内应。啊？内应是谁？人多嘴杂，岂能大庭广众之下明说？逆子，逆子！我可是你父亲，你怎能……看来，只要这个逆子在一日，我李叔堂整个李家会一直沦为天下人的笑柄，遭受这个逆子的持续羞辱。可恨！传令下去，各军团战团就地展开训练，一营灵药灵石，我会交由梁玉分发下去，只待本尊突破武神，一举荡兽界，还人类世界一个朗朗乾坤。至尊威武，武道盟必胜，人类必胜！
好，现在本尊需要闭关一段时间，冲击武神之境。梁盟主，本尊闭关期间，武道盟一切事务依然交由你全权处理。至尊放心，梁玉定不负所托，守护好武道盟，等待至尊出关，带领我们荡平受戒。大长老，你协助梁盟主，务必确保武道盟的稳定。若有任何异动，立刻传讯于我。是，至尊，老朽定当竭尽全力守护武道盟。尔等也需谨记本尊今日之言，莫要再生异心，否则休怪本尊不客气。不敢，至尊，我等定当谨遵至尊法旨，守护武道盟，等待至尊出关。诸位，至尊既已吩咐，我等自当遵从。如今当务之急是按照至尊的命令，让各军团、战团迅速展开训练，提升实力。梁盟主所言极是，我等定全力配合，将训练之事安排妥当。梁盟主，那灵药灵石分发之事，是否也需尽快落实啊？这是自然，我会即刻安排人手，统计各军团、战团所需，确保灵药灵石及时分发下去。只是如今至尊闭关冲击武神之境，那受戒若趁机来袭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诸位放心，至尊既已探得受戒消息，且埋下了内应，想必受戒若有大动作，我们也能提前得知。况且我等如今实力大增，即便受戒来袭，也足以撑到至尊出关。马先生，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史诗大捷的原因吗？十分荣幸，这主要归功于我们人类新出现的一位至尊。至尊一出现，便震慑住了武道盟内数名心怀不轨的家主级人物，更是不计前嫌，拿出数不尽的神药灵石，供所有人提升实力。最后更是亲自前往前线战场，斩杀2位武圣级异兽，将异兽彻底赶出了人类世界。听说至尊正在策划反攻异界，不知道……确实有这个消息传出来。根据前线传回来的消息，至尊深入异界迟迟未回，前线大军军心动荡，纷纷猜测至尊是否遭遇了什么不测。云烟，你说李记他……姐姐，我相信他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我真的是，我怎么这点定力都没有呢？姐姐，如今我也是武宗强者了，等李记回来，给他一个惊喜，今后也能为他分担一些压力。你说的对，我们都要变强，这样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能与他一起并肩作战。姐姐，我们继续修炼吧，不能浪费一分一秒。好，让我们一起为了李记努力。我好像听到某人在喊我的名字，不知道是不是听错了。李记，李记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这次回来便不走了。真的不走了吗？那太好了，我和姐姐以后又能一直陪着你了。回来就好，这段时间我和云燕都很担心你。让你们担心了。此次深入异界，虽然凶险万分，却也收获颇丰。如今我已探得异兽世界的虚实，只等我突破武神之境，便可一举荡平受戒。你好厉害啊！你肯定能成功突破，到时候把那些异兽打得落花流水。是啊，你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，我相信这次也一定不会例外。有你们在身边支持我，我更有信心了。对了，这段时间我不在，你们修炼可有偷懒？才没有呢！我和姐姐每天都很努力修炼，姐姐都已经突破到武宗巅峰了，准备晋升武圣。我也不差，已经到武宗初期了。这还要多亏你留在家里的大量灵药灵石，我们怎么用都用不完。不错不错，你们都很努力。等你们突破到武圣境，就可以和我一起去前线杀敌了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可要更加努力修炼了，争取早日突破到武圣境，和你一起并肩作战。我也要和李记一起并肩作战，保护你。好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共同守护人类世界。哎，这次的秘境居然全是海，不是吧？这让我去哪儿找？还好在受戒的时候得到了龙女他们的静养值，同步了他们的武能，正好试试避水咒。真会藏，
找了3天，除了一些武王、武宗境界的小杂鱼，没有一个符合守护兽等级的。难道这次的秘境最大的难度是找到守护兽？算了，先去那座群岛上落落脚，休息休息。这些天不是水下就是空中，人都是虚浮的，还是陆地踏实。奇怪，这些岛上怎么一棵绿色的植物都没有，而且只有岩石没有土？怪哉，我倒要看看这岩石有多硬，居然寸草不生，泥土不复。太小。啊，不会吧？嚯，我就说找了3天都没有找到守护兽，甚至连他的眷族都没有，原来藏在这里，可真是灯下黑啊！要不是我心血来潮敲了一下，还真被你们瞒过去了。1、2、3， 16只中低期5圣级王吧？那你应该就是他们的首领了吧？人类，你竟敢闯入巫族的领地，还惊扰了吾等的沉睡，该当何罪？哼，罪？我李记闯荡至今，还从未怕过什么罪。你们这些缩头乌龟，藏在这秘境之中，莫非以为能躲过一劫？放肆！吾等乃这秘境的守护者，已在此沉睡多年，守护着这片海域的安宁。守护者？我看你们只是掠食者，不仅独自享用这浓郁的秘境，而且还灭尽这秘境中的其余种族。不然，除了些小鱼小虾，为何不见除了你们龟族以外的种族？怕是都被你们吃光了吧？哼！弱肉强食，那些弱小的种族只配沦为我等神龟一族的食物，能被我们神龟一族吃掉，是他们的荣幸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们这么无耻的种族，看来今日本尊说不得要替天行道，为被你们屠戮的其他种族出一口恶气了。狂妄的人类，今日便让你付出代价！兄弟们，上！让他知道吾等的厉害！哼，就这点本事吗？人类，休要张狂！哼，一只5圣中期也敢冒犯本尊，屠山拳！哼，老二，人类，你彻底激怒我们了。力量倒是不错，可惜速度太慢了。为老二报仇！尝尝我们神龟一族的合击之术——山海拳！有点本事，可惜啊，还不够。诛仙剑，破！别以为长了一副乌龟壳就奈何不了你们。这是在突破神境，当着我的面突破，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！万剑归宗。果然是乌龟壳，真硬啊！人类，我只愿突破神境，永镇此地。那些族人在我沉睡时造下杀孽，死于你手，也算恕罪。我们就此罢手，可好？你想得到没？不就是想拖延时间吗？我偏不如你所愿，万剑归宗！不，没有历经劫法，便无法褪去凡身，突破神境。累，你在找死！你还真是大只，已经半神了吧？阻我成神，人类，你该死！呀！就凭你这慢吞吞的动作，
还想伤我？看枪！哼，想伤我眼睛，没那么容易。这乌龟壳果然够硬，连眼皮都这么坚韧。人类，你今日插翅难逃，乖乖受死吧！哼，就凭你一个缩头乌龟，今天本尊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实力。天罡伏魔印阵！小小符印，能奈我何？那若是大符印呢？大！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灵力？你和我一样，只是半神，还没有神力。没有什么不可能。神力，我的灵力就是神力。阵！不，我还没有成神，我不甘心。丁，恭喜宿主首次击杀半神级异兽，奖励规则物鸿蒙紫气999，限时使用时间300天。不是吧？鸿蒙紫气，这怕只有半神强者才能使用吧？半神以下根本承受不住其中的伟力。这是要我在300天内找到数百名半神，怎么可能？不过正好自用，有了这些鸿蒙紫气，我便可以直接成神，带我出关。至尊还没有出关吗？没有，我差人往李家村询问，涂家姐妹都不知道至尊的闭关地点。该死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至尊闭关的时候来，像是约定好了一样。盟主，空间裂隙对面的异兽源源不断，就连5圣级异兽都超过了10头。再这样下去，我怕……怕什么？经过至尊的神髓帮助，我武道盟的5圣强者已经超过了20人，只要那兽首混，天就塌不下来。或许是我太过杞人忧天了吧。尊神，根据胡老头传回来的消息，人类至尊灵气正在闭关突破神境，此时正是我兽界大举进攻的时候。不错，不错，这一次本神定要毕其功于一役，彻底占据人类世界。到时候本神占据2界资源，说不等还能更进一步。尊神神威盖世，举世无双。以往你们海神宫推脱不善于陆地作战，如今2界决战，你们可不能再推脱了。谨遵尊神之令，长老让族人们出发吧。是，公主。尊神，看这样子，空间门很快就可以扩展到足以承受尊神的地步，届时人类将再无任何翻盘的希望。好，好啊！李记，你若再不出现，就别怪本宫了。盟主，异兽又增加援军了，5圣级异兽增加到了20以上，各军团、战团的压力已经到了顶点，再这样下去，防线就撑不住了。撑不住也要撑，传令下去，至尊正在突破神境，只要坚持住，胜利终将属于我们人类。李希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本神终于过来了，人类，你们的死期到了！神又如何？人类不屈！人类不屈！一群蝼蚁也敢撼天！赢！今后此界归本神了。结束了吗？亏你问过我了吗？斩神！李记，不过一孽畜，也敢在本尊面前狂吠！李记他突破神境了！太好了！至尊破关而出，便斩落兽神一掌，我们赢定了！至尊在上，我的岂能落后？兄弟们，上呀！行！我新晋之神也敢履本神虎须，死！那就让你看看我怎么把你的胡须拔干净的。
斩神！雕锤小技，不可能，神力怎会如此凝练？不！尊神陨落了。今日本尊斩杀兽神，人兽两界，我为尊神。海神宫愿归至尊。天马族愿归至尊。我们赢了！赢了！此间事了，下一步该是诛天万界了。